救赎并教男主成功后，我跟他告别，我要走啦，你以后会遇到爱你的女主，祝你们幸福哦。谢玉垂眸不语，我摸不清头脑，选择脱离世界。第二天，我趴在床上玩抓大鹅，脑子里突然传来系统的尖叫，男主黑化值爆表，请前往2次救赎。我被送回小世界，却发现10年已过，温润如玉的太子成为杀人如麻的暴君。我出现的前一刻，他擦拭着手中滴血，常见轻笑。他的脸，你们也配用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被传送回小世界时，我手里还抓着我的小蛋糕。我看着周围熟悉又陌生的建筑呆了一下，我怎么又回来了？宿主，您的上一份任务出现了一点意外，需要您进行补救。听到系统的声音，我松了口气，原来是任务出了问题，需要补救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系统坏掉了，把我送回家才1天又把我传回来了。我挖了一勺小蛋糕，奶油甜甜的。我行走在闭着眼也知道路的宫殿里，一边往谢玉住处走去。既然回来了，去找他玩，给他也尝尝我的小蛋糕，是白桃乌龙味的，超好吃。他是古代人，还没有吃过小蛋糕呢。我把罐子蛋糕的盖子盖好，慢吞吞走在长长的公道上。我刚才那局抓大鹅差一点点就抓完了，都怪谢玉，早不黑化晚不黑化，趁着我快抓到大鹅的时候黑化。现在好啦，大鹅没抓到，我被抓回来了。生气，等会儿我只会分他一口蛋糕，给他尝个味就好，剩下的我要当着他的面全部吃掉，气死他。说起谢玉，他怎么黑化了？系统没有给我解答。我走到谢玉从前和我一起住过的宫殿，却发现这里只有几个宫女维护打扫。院子里我们一起种下的杏树开了满树的花，春风吹过，满枝白雪飘落，纷纷扬扬附在我的发梢尖头。我突然意识到不对，这棵杏树什么时候长这么大了？我刚想到这个问题，脑子里的系统出声：宿主，该世界与你的世界时间流速不同，距离你离开已经过去了10年。原来过去了10年，怪不得这里这么清冷。谢玉早就不在这里了吧？我跑去找宫女，想问问谢玉现在在哪里。谁知道宫女转头看见我，瞳孔紧缩。你知道？还没等我说完，她突然尖叫起来：刺客！抓刺客！等等，我不是。她根本不听我的，丢下手里的扫把，上前用力按住我。虽然上一次来做任务，我也是宫女，但我从不干活。大宫女指派给我的活，我指使谢玉帮我干，每天浑水摸鱼。而现实中，我是一个体育堪堪及格的废物大学生，根本反抗不过干粗活的宫女。没2下，我被她抓住。我可怜兮兮抱着我的小蛋糕，我真不是刺客，我是来找谢玉的，能不能带我去找谢玉啊？宫女眯起眼睛：你想见陛下？是谢玉吗？我离开前他是太子，皇帝缠绵病榻久矣，10年过去，他是该登基了。我眼睛一亮，对，我要见陛下。他喊来殿内另一个宫女，2个人把我捆起来，像门神一样压着我。路上太无聊，我没话找话。谢玉登基多久啦？宫女们不理我。按照原本的剧情，他会和将军嫡女相知相识相爱，成为艳羡旁人的恩爱帝后。只是小世界出现意外，谢玉的母妃因巫蛊之祸被处死，剧情发生变动，她变成了被抛弃的小可怜。原剧本里光风霁月的太子黑化起来更恐怖，系统这才派了我在他尚未成熟之际救赎他。任务完成，剧情拨乱反正，日后他会遇到他的女主，和他恩爱一生，而我苦兮兮回去上学，面对1周5个早八。想到这，悲从中来。他谈恋爱，我上早八，我好可怜。想吃一口小蛋糕，发现被绑着，吃不到。我更可怜了。2个宫女都不和我说话，我跟着他们走，走得慢，他们还催我，不许催了。不知道皇宫很大吗？我们这种脆皮大学生走这么长的路会死掉的。在我彻底死掉之前，终于到了。宫女把我丢给一个看服饰等级更高的大宫女，
对方的目光在我的手臂和腿上逡巡，眼眸里露出了然和不屑。倒是有点准备。我才想起来，我穿的是睡裙，还是自带胸垫的睡裙。我在家躺着怎么舒服怎么来，但这里是古代，我这副打扮，床榻之上都算梦浪。我想开口解释一下，下一秒他掐住我的下巴，但我比他高，我1.68米，大宫女看起来只有1.8米。他掐我脖子有点滑稽，大宫女使了个眼色，我怕有人压我，主动低下身体让他看清。我还眨了眨眼睛，我很乖的，不要绑我。大宫女眸里的满意更浓了，性子也像，这次陛下肯定很满意。她松开手，绕到我背后，绑住手腕的绳索被解开，下一秒殿门打开，我被丢了进去。分明是白天，这座宫殿光线却很暗很暗。刚才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宫女带我来的地方很偏僻，此刻被丢进宫殿内部，我发现殿内窗户都被贴上一层黑色窗纸，只有内部似乎燃烧着一盏蜡烛，赤红的光线从内殿向四周扩散，隐隐约约还能听到女人的哭声。分明窗户都是关着的，我却感觉有一阵阴风吹过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我抱着我的白桃乌龙味盒子蛋糕，放轻脚步往里走。越靠近内部，女人的哭声越来越大。这次我听见了她的呻吟和求饶：陛下不要，陛下，我吃不下了。与此同时，我还听见了液体滴落在地面的声音。我停下脚步，我看过好多 po 文，女人的声音和水声结合起来，脑子乱七八糟的。我变成黄色了，为什么还要把我丢进来？系统说男主黑化了，难道是他不再一心一意爱女主，而是选择开后宫？一次一个女人不够，还要第二个吗？我急死了，连忙叫出系统，疯狂扣他。系统跟宕机了似的，过了好几秒才回复我：不是，宿主，男主出现的领域我不能多说话，至于具体是什么情况，您再向前就知道了。这个世界濒临崩坏，只有你才能拯救，祝您好运。说完这几个字，系统彻底下线，我怎么呼唤他都不再出来。完了完了，这下可怎么办？我做了个深呼吸，压下狂跳的心脏，却突然发现内殿的声音停止了，女主的声音消失不见，只有水声滴答，像谁家水龙头没有彻底关闭。明明知道前面是危险，明明知道我现在最好躲起来，可好奇心害死猫，我还是没忍住，偷偷上前，隔着最后一道屏风，我偷偷探出头，目光正中央是一盏燃烧的红色蜡烛，蜡烛前摆放着一整叠桂花糕，周遭贴满了各式各样的符纸。鬼画符我一点也看不懂，我只能看见12点钟方向有一个女人躺在地面上，她的嘴里塞满了桂花糕，脖子被人割断，血液从伤口滴落，滴答滴答，鲜红色朝着中央的蜡烛流淌，触碰到蜡烛底座时火光大盛，我心跳一停，这就是刚才听到的水声。我屏住呼吸，手脚发软，这场面简直跟我看过的中式恐怖片一模一样。以前只在屏幕上看见没有感触，现在身临其境，我听见了风吹过符纸的沙沙声和血液滴落的声音，空气里血的腥甜香混合着桂花糕的香气，令人作呕。最恐怖的是，殿内应该还有另一个人，他不在内殿。下一瞬，我感觉到剑刃架在我的脖子上，锋利的刀刃淌着上一个死者的血。此刻，剑芒映出我苍白的脸，我的正后方传来男人的轻笑，低沉温柔的声音出现在我身后，温热的吐息贴着我的耳侧。抓住你了，小老鼠！我浑身僵硬，浑身血液像是被冻住，不再流淌。我试图张嘴发出声音，只能发出一个音节，话被堵在喉咙，或者说我根本不知道说些什么。我知道谢玉不是个好人，我最初认识他，他就不掩饰他的恶意。我被系统抓到这个世界时没有匹配的身体，系统花费能量为我捏了一个，因为剧情线偏移，世界有崩溃的风险，他的能量不多，
按我的数据捏了一个迷你版梁武。我蹲在小水坑前，看见水面的自己脸肉肉的，看起来很好捏。伸出手，手也肉肉的，看起来也很好捏。我问系统，我现在多大？系统6岁。男主7岁，我6岁，年纪相仿，我只要待在他身边，引导他不要黑化就可以了。我看着水面，掐了一把自己的脸颊。原来我6岁时候这么可爱，谁会拒绝这么萌的我？我自信满满跑到谢玉在的那群荒芜宫殿，推大门推不动，我太小了，爬墙爬不上去，我太小了，气死我了。我最后从一个狗洞钻了进去，吭哧吭哧把脑袋上的野草扒拉开。我对上一双漆黑的眼眸，他手里是一块铁片，边缘带血，铁锈味和血腥味很像，我分不清我闻到的是铁锈味还是血腥味。我只能看见7岁的谢玉站在冷宫角落，他的脚边倒着一具宫女的尸体，脖子被割破，他头歪着，爬满血丝的眼睛睁得很大，无机智的目光直勾勾盯着狗洞的方向。我吓了一大跳。你杀了他？小谢玉用铁片擦过我的脸颊，他用尖刃挑开耳边的一根枯草。他对我微笑，又来了一只小老鼠。啊，他怎么小时候这样，长大了还是这样啊？系统说的没错，他果然黑化了。小时候黑化状态说我是老鼠，长大了还说我是老鼠。我是老鼠人行了吧？我都是老鼠人了，让我回下水道吧，呜呜。我不要攻略了，我要回去上早八。我在脑子里疯狂呼叫系统，系统完全不理我。系统也是老鼠系统，我明明是他抓来的，怎么可以丢下我跑掉？他也回下水道了吗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谢玉是真的会杀人的，这还是古代，他是皇帝，我只是一个莫名其妙出现在皇宫里的可疑人等，杀掉合情合理。我要生气了，我要死掉了，我再也不吐槽1周5个早八了。呜呜，胡思乱想的功夫，原本在我身后的人慢条斯理绕到了我身前。那把架在我脖子上的剑没有偏移半寸，甚至随着他的位移越来越贴近我的皮肤，我都怕我呼吸产生的起伏会割破喉咙。他已经走到了我的正前方，我不敢低头，也不敢抬头，只能看见玄色衣襟上的龙纹。剑刃从我的脖子下半部分向上贴上我的下巴，黏腻的液体从剑刃滴落，没入我的领口。我感觉到原本停留在我脸上的视线在向下，可能是快死了。我现在的脑子能自救的有用知识一点也想不到，想到以前看短视频看到的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就比如身高高看身高低是什么画面。虽然我的睡衣领口不低，但我发育的不错。有 C 呢，他肯定全看见了。我本能捂住胸口，头顶传来一声嗤笑。笑什么笑？死人也是有尊严的。他挑起我的下巴，这是我第一次看见10年后的谢宇。他和10年前长相差别不大，只是五官长开了些，周身气质内敛了些。他微微低头看着我，眸光闪烁，看不懂他是什么情绪。谁看得懂28岁的老男人？搁现代我都不理解这个年纪的男人，更别说他在古代还是皇帝了。我在互联网当皇帝心思都会飘，他在现实当皇帝不得无法无天。我迎上他的目光结结巴巴，那个你别冲动，手别抖啊。我慢慢往后退，见他没动，拨开脖子上的剑刃。死亡的压迫退去，我稍稍松了口气。谢玉站在原地不动，也不说话。他是坏掉了吗？我小心翼翼问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在古代待了10年，回去后好友列表的一大堆人我都记不清了，翻了老半天聊天记录才确定谁是谁。我对谢玉来说也是10年没见。他的目光缓缓在我脸上游移，眉头微微皱起，似乎在思考我是谁。我再接再厉，我是梁武，你小时候的好朋友，你记得我吗？我期待望着他。谢玉伸出手，他的手掌抚上我的侧脸，一寸寸抚摸，掌心附了一层薄茧，很痒，我不敢躲。他缓缓吐出3个字，好朋友。我用力点头，10年好友哎。他嗤笑，我没有朋友。
原来我对他来说不算朋友吗？好伤心。更伤心的是，他不把我当朋友，我是不是真完蛋了？我抱着我的蛋糕垂头丧气。事已至此，还是把我的蛋糕吃完吧。系统也不理我，谢宇也不认识我，等死好了，反正也回不去，不知道死掉能不能回家。我挖了一勺盒子蛋糕，白桃味的，不是很甜，很好吃。没塞2口，蛋糕被抢走了。男人掐了把我的脸，哭什么？我胡乱抹了抹眼泪，没哭，只是眼泪掉得更凶了。明明任务都做完了，系统又把我抓回来。他之前说了，只要完成任务就让我回家。骗子！我都要死在这里了，也不救救我。好想爸爸妈妈。我突然失踪他们怎么办啊？谢玉弯腰和我平视，隔着朦胧的水雾，他捏住我的下巴。哭什么？我没好气，你要死了你不哭吗？他妈撒着我的肌肤，慢条斯理道，谁说你要死了？我眼睛转了一圈，从地上那个死不瞑目的女人转到谢玉脸上。你不杀我吗？他指腹向下，他的体温很高，指尖很烫，从我的下巴开始，脖子、锁骨。他弯腰与我额头相抵，他的吐息擦过我的唇，我浑身僵硬。他跑不掉也反抗不了。我无措地抱紧我的蛋糕，听见他满意道，真软。我如坠冰窟。谢玉肆意玩弄着，漫不经心道，长得不错，好好伺候朕，朕不杀你。我被他披上外套，打横抱起。殿内还有一具尸体。走出这座阴森森的宫殿，外头等候的宫女低着头鱼贯而入，能看得出来他们做清理尸体的活很熟练了。领头的宫女与谢玉怀里的我对视，她瞳孔紧缩大骇，连忙低头。我心情复杂，避开她的目光，却不料被谢玉掰了回去。她要我看着那边清理尸体，猜猜这是第几个？我屏住呼吸。出了内殿后，我才注意到死掉的那个女人和我长得有5分像。我仿佛在照镜子一般，一半的我在谢玉怀里，另一半的我躺在地上被人收敛尸骨。我没有回答，谢玉不需要我回答。第98个，你是第99个。他温柔抚摸我的眉眼，对我微笑，你们这些攻略者倒是爱用这张脸。我呼吸一滞，你们？地上那个死人也是攻略者吗？送上门我不想用，倒是显得我不识抬举了。我一路上提心吊胆，时刻注意他的神态动作和周围环境。不消片刻，我被他抱到了种着杏树的院子，是我们曾经一同居住过的地方。他大跨步走进店内，周遭陈设和从前比没有多大变化。科技发展缓慢的古代，1年和10年并无区别。我的后背触碰到床榻，谢玉站在床边，开始解他的衣带。我睁大眼睛，你干什么？不要脱了，不要脱了。上半身都脱干净了，胸肌、腹肌、人鱼线一应俱全。我呆了一下，粉色的，听说同一个人身上颜色是一样的。我咽了口口水，瞳孔紧缩。谢玉单手拿走我抱着的盒子蛋糕，轻笑，馋鬼，吃的一点也不忘。我下意识反驳，才不是。他打开盖子，指尖抹了奶油，涂抹道，过来，把这盒吃干净就放过你。我从没有受过这种奇耻大辱。我咬唇，不要，真不要。谢玉的语气很平静。我慌了，不管是小时候还是长大后，我都害怕他这样。作为小世界的男主，谢玉不可能是泛之辈。剧情线产生偏移后，原本故事里多光风霁月的人，黑化后就有多暴戾自衰。不顺他心意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，最幸运的结局是死亡。我从前见过他处理很多得罪过他的人，其中有一个砍去双手双脚的被关进地牢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那次我好奇地牢里有什么，骗守卫说谢玉答应让我看看。我在地牢里看见了遍体生蛆的人，白色蛆虫在他身上蠕动，钻进肉里又爬出。地牢只燃烧着一根蜡烛，光影昏黄。我被恶心地吐出午饭，满地呕吐物里，那些虫子奋力朝我爬来。我双腿发软跑出去，
上楼梯时不慎跌倒，摔进了一个温热的怀抱。我仰头，看见谢玉的脸，他与往常一般温和，摸摸我的头。阿武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谁放你进来的？昏暗的光影里，他像地狱爬上来的恶鬼。我用力摇头，指向地牢的方向。那人犯了什么错？谢玉抱起我，带我走出地牢。一步一步，日光和暖驱散不了通体的寒意。谢玉语气很平静：阿武忘了，3月前宫外那人曾试图猥亵你，可是他根本没碰到我。谢玉及时赶到，把他打了一顿。当时他已经付出代价了，罪不至此。身后传来男人的呵呵声，拔去舌头，他连呼救都发不出。谢玉只是用衣袖擦去我嘴角污渍：乖阿武，下次不要来这种地方。我眼眶里蓄满眼泪。这些记忆回到现代时，系统怕影响我正常生活，为我删去。看见谢玉后，以片段式回忆返还给我。从前我在谢玉的羽翼之下，他不会伤害我，不会逼我做这些事。可现在我听话张嘴，奶油很甜，我之前还想让他尝尝，现在全被我吃了。我眼泪掉得很凶。谢玉挑起我的下巴，要我仰头看着他，他抹去我的眼泪，这样才乖。我闭上眼睛，不愿看他。他停下，缓缓把我抱起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做了坏事，语气可以这么温柔。他的吻落在我的唇角。阿武如今多大了？我猛地睁眼。你……他分明从始至终记得我。18了是吗？他推高我的睡裙，从喉咙里溢出2声轻笑。我们阿武确实长大了。宿主，宿主醒醒，你不能被催。我从噩梦中惊醒，急促的电子音在脑子里突兀出现，又突兀消失，就好像刚才是我的幻觉。谁在说话？我迷蒙揉了揉眼睛，身后伸出一只手，将我捞进怀里，温热的手掌搭在我的额头上。男人的声音轻缓又温柔：做噩梦了。好耳熟的声音。我的身体本能后缩颤抖。他抱我很紧，我没有挣脱他的怀抱。我呆呆抬起头，看见一张毅力至极的面孔。他是谁来着？男人捏了捏我的脸，低头在我额头亲吻。笨蛋阿武又把我忘了。我缓缓回过神，想起来了，他是谁？是谢玉啊。我伸出手抱住他，在他胸膛蹭了蹭。没有忘记，阿武才不是笨蛋，夫君不可以这么说阿武，阿武会生气的。他眼底满是笑意，抚摸着我的脑袋。是夫君的错，我们阿武最聪明了，这样才对吗？宿主宿，脑袋好痛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说话。我环顾四周，店内只有我和谢玉啊。谢玉察觉到我的异常，捧起我的脸。怎么了？我皱起鼻子，好像有人在和我说话，声音好刺耳。阿武听错了。谢玉低头吻住我。听错了吗？可是他好像是在喊我哎，但是我没空想这么多了。谢玉手掌游移，我环着他的脖子轻哼出声。今日并非休沐，但我与他上月大婚，他粘人的紧。前朝大臣都在感叹，谢玉总算想开成婚立后，巴不得我们日日夜夜在一块儿，早日为皇室开枝散叶。谢玉抚摸着我平坦的肚子，贴着我的耳朵。阿武说，现在这里有没有我们的宝宝？我面红耳赤。也许有吧。成婚月余，谢玉不顾礼数，与我白日宣淫的次数不少，更别提夜里，就连此刻也。也许。谢玉说话总是很慢，不论什么话语，在他唇舌间辗转一番，总是变得缱绻。我在努力写。我咬他的肩膀，哭得梨花带雨。他轻拍着我的后背，低声哄我：不哭不哭，马上就好。骗子。他用这话哄骗我1月有余了。我才不信。我别过头闹脾气，今晚不许碰我。他答应。行。我呆了下。他今天答应的好快哦。谁知他接上，那白日便没有休息了。谢玉果然还是那个谢玉，坏死了。我是将军府嫡女，3年前郊外踏青，遇到了微服出巡的谢玉。他那日遭遇刺杀，我和他离得近，被牵连。好在他有点良心，顺便捎上我一块逃跑。为了躲避追杀，我们淌过河，一起躲在小山洞里。
时值冬日，夜大雪，衣服又被打湿了，我差点被冻死。他好人做到底，抱着我暖了一夜。我在他怀里看着他的脸，想到若是生还不知道可否让他娶我，他若是不娶我，我就得入宫选秀了。才不想在后宫如履薄冰，用尽手段争宠。陛下登基多年，终于想开，无数臣子赶着送上妹妹女儿。爹娘说我落水伤了脑子，不仅记忆全无，还变笨了。我很容易忘记做过的事情，脑子不好进宫，不得被吃的骨头都不剩。再加上当今圣上可是名副其实的暴君，他当年登基血洗朝堂，为人残忍暴力。我若是说错话，不小心得罪了他，不得被做成人质。偏偏我爹还说我幻想的事不会发生，陛下会护我爱我，硬要送我入宫。哼，我看他就是想要卖女求荣。我眼珠子转了一圈，倘若我失了清白，就不用入宫了吧。我拉住抱着我的男人，笨拙地将手伸进他的衣襟。他垂眸按住我的手，别闹，等成婚。成什么婚？不给我碰我就要进宫了。可那夜我百般引诱，他不为所动，气死我了。气得我被他抱着，但一夜没理他。第二日辰时得救，我看见我爹带着大批人马找到山洞，下跪行礼，称他为陛下。我惊呆了。再后来他取消了大选，只我一人入宫，册封了皇后，一人承担整个后宫的责任，真的很累哎。我揉着酸痛的腰和小腹想到，就是感觉自己忘记了什么事。不过我落水了吗？前尘尽忘，记不得是正常情况。太医说这是后遗症，给我开了药，需要每日服下。又一次喝完苦涩的药汤，谢玉为我吃了一颗蜜饯。我坐在他腿上撒娇，不想喝了，好苦，又不是大病，在将军府被逼着喝，入宫了还得喝，讨厌。他垂眸，不行，可是好苦啊，日日用药，对我们的孩子也不好，不想喝了吗？他挑眉，孩子在哪里？我不管，我们日日夜夜那个总会有的，不想喝药了。谢玉拒绝得很强硬，有孩子了再说。我垂头丧气，好在他也是为了我的身体着想，只有这件事不答应我，其他时候对我极好。我们像一对寻常夫妻恩爱。有关于他的传闻大概都是假的吧？他超温柔的，除了在床榻上。6月中旬，南方爆发水灾，谢玉亲自前往。他作为一个皇帝，在京中朝堂名声不好，臣子惧他，称他为暴君的言论我亦有所耳闻。谁知他在百姓之中声望很高，他10年治理有方，百姓安居乐业，纵使前些年收成不好，也有官府放粮兜底，他谁都敢杀，无所顾忌。想中饱私囊，也得想想自己有几个脑袋。此次水灾严重，他亲自前往灾区巡视，我本来也想跟着去。我一直待在京中，还未见过江南好风光。可临行前，我出了意外，告诉他我不去了。谢玉很不放心我，打算推迟启程。我环着他的脖子，车马劳顿，我不去了。谢玉眸色沉沉，阿吴，听话，跟我一起去。我摇头，不要。眼见他要生气，我拉着他的手抚上我的肚子，我和孩子一起等你回来。他怔住，什么？我笑眯眯，昨日太医为我请平安脉，说我有喜了，我就不陪你去了。他兴奋地抱着我转了几个圈，甚至想取消行程。皇后投胎，他留在宫中情有可原。我叹气，踮脚吻他，去吧，都准备好了，不去太浪费人力物力了。沿途哪不是早早准备迎接圣驾，南方灾区也盼他多时，去是民心所向。我又不是小孩，能照顾好自己。谢玉轻轻抱了下我，我会尽快回来。我在城墙上目送谢玉一行人离开京城，长长的队伍像像素点，消失在视野尽头。确定谢玉彻底离开后，我久违听到了系统的声音：宿主，谢玉已经离开检测范围。还是你有办法骗他说怀孕了不能跟着一起去，不然他去哪都带着你，我们俩这辈子没办法联系上了。我低头抚摸了下肚子，扯了扯嘴角，任务已经彻底崩坏了，我的能力被他剥夺，现在只剩下最后一点能量。宿主，你要回去吗？或许是我乖乖喝药，谢玉对我放松警惕。我讨厌药苦，
偷偷到了几次。在某日谢玉沉睡的深夜，又一次听见了系统的声音，我才知道我被传送到小世界那天，谢玉抓住了我。他寻来坊间能人异士，令我失忆，又催眠我接受自己是个古代人，而他是我的夫君。该世界女主已死，世界核心消失，崩溃只是时间问题。我迷茫地看着天边，为什么呢？他不是把这个世界治理得很好吗？除了他与剧情里光风霁月的明君形象相向而驰，但这只是针对于朝堂，底层百姓安居乐业，文臣武将，朝堂之上能有几人？对整个世界来说微不足道。他试图让你代替女主的身份，成为剧情里的将军嫡女。将军只有一个女儿，为了让出身份，他处死了女主。他如今是在用从我手中掠夺的能量维持世界，而这部分能量最多只能维持1年。我不理解。系统解释，这是女频小说世界，可以没有男主，但必须有女主，女主才是世界核心，女主死亡故事结束。不论女主是强是弱，是高尚或卑劣，意识消亡时刻，故事迎来终章。除非你愿意留下，如他所愿，成为该世界新的女主，你会是这个世界的救世主。我低头看宫墙在行走往来的人们，或衣着靓丽，身份显贵，或粗布短衫，贩夫走卒，每一个都是鲜活的，每一个都是一条鲜活的人命。还有，我抚摸我的肚子，系统能量太弱，没办法得知我的具体信息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我并没有骗谢玉，我真的怀孕了，腹中是我和他共同的孩子。我伸出手，张开手指，6月的阳光从指缝穿过，我恍惚想起我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。我降落在皇权森严的古代，系统给我的身份是宫女。宫女也有大宫女、小宫女之分，在冷宫里的年幼宫女大概是最底层吧，谁都可以踩一脚。作为与我捆绑的我的主子谢玉起初并不护着我，他只是想看我如何接受他人冷眼，如何被别人欺负。他太可怜了，所以要有一个人和他一样可怜着。他想看我成为一只老鼠，和他一起腐烂发臭。太可惜了，我不会如他所愿，他已经没救了。我才上大一，熬过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，选择了我心仪的院校，喜欢的专业。我才18岁，我不应该因为男人喜欢我放弃自己。这些结果不是我造成的，我也是受害者。我闭上眼睛，对系统说，我想爸爸妈妈了，爸爸妈妈在家里等我，我不要和杀人狂强奸犯过一辈子。回到我的床上，我的抓大鹅抓了一半，顶上的倒计时还在继续，4分31秒。系统说，小世界崩溃倒计时4个月零15天。我不再听他的，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抛在脑后，开始抓我的大鹅。我捞过床头另一个口味的盒子蛋糕，芋泥波波味的，波波脆脆的，咬一口超香。我一边挖蛋糕一边抓大鹅。游戏倒计时结束，提示我游戏失败。我点广告复活，弱智小广告的声音叭叭响。系统问我，你不难过吗？我愣了一下，你怎么还在？系统，我躺在床上等待广告倒计时结束。我叹了口气，难过吧？从小到大的朋友对我产生了其他想法，又对我做了那么坏的事。我打了个滚，桶啊，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？系统，什么？我咬着勺子，广告结束。下次不要救赎黑化男主了，直接把他们弄死吧，折腾这么久何必呢？哎，你看，这下好了，不止男主出问题，女主没了世界死翘翘了。我靠，手都点错了，格子就剩2个了。该死的苹果鹅和苹果为什么这么像？我要生气了。系统沉默，他们是男主。我说，他们不值得被拯救。尾声，系统离开良屋之前问他有什么想要的。他吃着冰淇淋在和同学逛街。他说，帮我把记忆去了吧。对了，我之前肚子里的孩子没有带过来吧？系统回答，没有。他松了口气，那就好。系统0687很奇怪，为什么它会自动绑定良屋？其他系统绑定的宿主都有强烈的诉求，需要认真完成任务。它并没有，它是被强行绑定的。
每天开开心心的，像个傻子。他真的很弱小，可能救赎阴郁男主就需要这种乐天派小太阳吧。0687想到，他的第一次任务很成功，他救赎的男主是个恋爱脑，爱上了他。第一次任务结束后，0687问他要留下吗？他拒绝，才不要，我要回家。所以男主又一次黑化了，派送的其他攻略者尽数失败，迫不得已又一次找上他。这一次男主疯得更厉害了，他也挺可怜，被关着当作禁脔。只是看他乖顺的模样，他大抵也是喜欢男主的吧。0687以为这次他会选择留下，可最后的最后，他还是走了。这一次不需要再派遣其他攻略者了。世界崩塌前一刻，他真心实意为他玩的游戏烦恼，没有过问那个世界的事情。0687忽然明白，最开始为什么会自动绑定他。他足够冷血，能够不眨眼选择毁掉残破的世界，不必拯救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